大家好，我是大伟。鼻炎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咱们现在有鼻炎的人非常的多，无论是小孩、成人还是老年人，你会发现，只要一到换季期，或者是自身的免疫能力一下降，这个鼻子上面的问题一下子就蹦出来了。鼻炎呢，它不仅仅会出现于鼻子堵塞，很多人的认知只是感觉鼻子堵痒流水它不仅仅是于此它还会造成以下的一些问题。我简单给大家归纳一下，你记住五官当中鼻子居首。鼻子上面堵了、流水了，首先第一个看哪里呢？看眼睛。有的人连着眼睛就怎么样，会流泪。就像我们感冒的时候，只要鼻子不通了，眼睛也会感觉不舒服。同时呢，长期被鼻炎所困扰着，小孩也好，成年人也好，这个地方会有一条非常深、非常黑的一条沟，而且看起来以后特别明显。而且呢，有些小孩子他有一些过敏体质，所以一旦开始有鼻炎以后他的眼睛里面还会痒非常的不舒服。嘴巴也是一样的嘴巴当中会怎么样呢？你看你要知道鼻炎鼻子不通了，那么我们睡觉的时候必然会用到嘴巴去呼吸，嘴巴一呼吸的时候不可能闭着吧，要张着，张口呼吸是睡觉当中的大忌。为什么？因为你嘴巴只要一张着，小孩子呢会影响到面容，成年人呢会影响到你的深度睡眠时间，以及你去看一下你的很多打鼾，包括你睡觉的时候，你的血氧浓度都会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为什么？因为你在用嘴巴呼吸。很多人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一夜起来个4次5次，或者呢就起来了以后就睡不着了，极大的影响到睡眠。而且鼻子这里只要不通了，长期下来你的耳朵也会受影响，比如里面嗡嗡响或者里面总是感觉痒难受有的人说耳朵里面上火了，等等等等。鼻子不好，它不简简单单是鼻子不好，但是我们在整个规律当中会发现一件事，什么事？就是鼻炎，它其实呢，它对于环境来说，或者对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来说，它是有说法的，并不是毫无说法，没有规律可言。那么我今天就把这个东西给大家理清楚，你们听明白了以后就会避免很多这个鼻炎的发生，而且即便是有了，也不会出现很难受的感觉。那么咱们首先先想一下免疫力，你会发现，当我们的免疫能力低下的时候，鼻炎是很容易出来的，甚至有的时候鼻炎就是一个晴雨表，就是你自身还没有开始生病，但是你的鼻子的鼻炎先复发，那么对不起，你先要注意一下，你是否在最近敢摸摸你的这个淋巴，摸摸你的脖子，摸摸你的耳后，是不是有淋巴出来了？如果有的话，那你很可能就要生病了。所以免疫能力一弱，你的鼻子上面的抵抗力就弱了。那么对于一些我们呼吸在空气当中的粉尘也好，病毒也好，这些东西吸附在我们的鼻腔黏膜上，都会对于我们的鼻子带来很大的负荷，导致鼻炎的发生。所以免疫能力的提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值。咱们有很多人在鼻炎当中只是没事喷一喷，这样是完全不够的。你一定要记住，要提升自身的免疫能力。只要你的免疫能力能达到一个及格线，那么你的鼻炎复发的次数将会降低很多，这是一方面。那么我们的免疫能力怎么去做呢？一方面就是饮食上面规律，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平常可以的话，适当的去运动。然后呢，还有在鼻子上面有个单独的免疫能力去调节，怎么去做？非常简单咱们记住4个手指就行，2个手指在这儿，你看这叫黄蜂入洞，2个手指就行，鼻孔下方每天转你可以在睡觉之前做，也可以在每天没事中午的时候去做50下，就在我们的鼻孔下方这样去转50下，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2个是什么呢？就是用我们的2个手指紧贴着我们的鼻翼两侧，从这里把它贴下来。你看，手可以这么放，也可以这么放，都可以你看你怎么顺手怎么来，贴着我们的鼻翼两侧，这里有2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点，我们叫做迎香你看，把手放在这儿以后，怎么样转？慢慢的转。你其实单边做的时候，边转边吸气，转的时候吸气。你会发现这个转完以后酸溜溜的，但是气吸起来以后感觉凉飕飕的，非常的舒服。这个地方把它慢慢的转开，转开以后转个50下以后，你再呼吸一下，你会发现气进的更轻松了。这就是咱们讲的
这个鼻子周围的4个点，每天坚持做一做，对于我们的鼻子有很大的好处。如果你突然一下子感觉鼻子确确实实的已经出来了比如说痒堵不舒服怎么办？在我们的眉心这里，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捏住这里把它捏住，捏住了以后，你可以把它往外提，看从侧面看，往外这么提着保持个10秒钟，然后慢慢的松开来，你自己做一做。做完以后，你再吸一口气，我们做个3下左右，你再吸一口气，会发现不一样。就这么提着10秒钟，然后把它松开，再提住10秒钟，再松开，如此反复3次，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所以呢，鼻子这里这个动作你可以每天都做。然后呢，我们的自身的免疫能力也要去持续的加强。这个呢，就是从本上面来说的。然后紧接着还有一个重要的事项是什么？很多人对鼻炎他认为他就是里面堵了、痒了、难受了，他就喷一喷，这样其实意义不大。你记住了，日常当中我们鼻炎是什么呢？就是由于空气当中的这些不好的东西附着在黏膜上，我们所谓流水也好，所谓痒也好，都是想要把这些附着在上面的黏膜上面的这些东西给它冲刷下去。所以当我们鼻子难受的时候，你要去从根上面去解决的话，也要去把我们里面内部清洗一下。你不能光靠我们里面启动这个水把它往下去冲。这些水很多人感觉难受，其实它只是启动了一定的防御机制。我们自己呢，你可以在网上去买那个生理性原水，或者是自己搞一些这个纯净水，然后里面加上一些盐，撒上一些盐就行，搅拌一下，拿一个棉签从里面这么卷着往上，再往下，把里面的灰的脏的东西把它洗出来，然后再把这里从上往下洗出来。洗完以后，你记住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拿一个吹风机逐渐对着里面，从下往上，把这个吹风机就是对着这个风口对着鼻孔这么去吹，热风往里面吹，然后你吸气。这样去做，就是为了让里面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个堡垒巩固起来。你们按照我的方法去试一试，试完以后非常不错。那么总结一下2个方法，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揉4点，你看这个地方2个点，这个地方2个点，把它揉开。还有一个呢就是经常去洗鼻子，洗完以后用吹风机吹一吹。当你满足了如下几点以后，在季节交换当中，我们一定要记住，小口罩要戴起来，因为我们戴口罩是减少我们的鼻腔黏膜和粉尘的直接接触，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担心给我们的黏膜造成很大的负担。所以综合以上的方法，你才能做到慢慢的去把我们的免疫力也好，我们的整个竖起的防御力也好，还是我们对外界的隔绝也好，才能从根本的3合1把它解决掉。所以鼻炎不好的朋友们，你尝试一下这种方法，家里面有小孩子也是一样，给他去揉，揉完以后让他每天去洗一洗，而且这个洗的频率不要过高，一般1天1次到2次就可以了。你可以洗个1到2天，休息个2天，免疫力好的时候，自己感觉好的时候，暂时可以不用去洗，或者隔个2、3天洗一次。免疫力开始弱了以后，你就开始可以每天去洗，因为我们的黏膜在洗的时候要温柔，也不能把它破坏掉。好的，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这些都是干货的知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在秋冬季最高发、最让人难受的最让人遭罪的就是鼻炎、感冒鼻子不通畅。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鼻子是五官之首。那么这句话有2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就是我们的鼻子特别的立体其他的五官，比如说嘴巴、眼睛都是平的，对吧？鼻子是立体的，看一个人好不好看，先看鼻子。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鼻子它为什么是五官之首呢？它通我们的眼睛，通我们的嘴巴。比如说我们感冒了，这个时候眼睛就会流泪一感冒了以后这个味觉就明显的下降。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只要把我们的鼻子给它保护好了，那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视觉我们的味觉都会得到相应的改善。那这里呢，给大家推演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呢，它对应的正好是我们的鼻子、眼睛以及我们的嘴巴，是哪里呢？这个位置其实很多人都听过，叫做四白穴四白穴就是在眼保健操第3节里面的时候，就有一个动作叫揉四白穴，对吧？这里呢，我给大家来一个非常厉害的加强的一个刺激方法经常在冬天做一做就能很好的让我们的鼻子、眼睛包括我们的味觉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加强。那么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呢？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那双手是反向放在我们的这个四白这个位置就大概在这儿。因为我们有一个横向的牵拉，所以我们尽量去贴近我们的鼻翼上方
这里大拇指顶着，然后另外的4个指呢，去压在我们这个太阳这个附近啊，就我手这个位置啊，正常放松压上去就可以了。好，然后呢，要形成一种什么样呢？就是去捏合啊，这个手啊要去捏，你看。我这样去捏，它就是一个扣住的，这个大拇指啊就开始往外推，然后同时呢4个手指啊去压啊我的啊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手放上去，然后开始来捏，你一捏，你就会发现啊这里啊非常的酸，非常的胀，然后我们可以把眼睛闭起来做这个动作啊，你看啊，捏住，然后感觉酸胀的时候，我们开始吸气。然后慢慢的手往前推，吐气，好，推拉啊，拉到2侧。好，我们再来第2下，看往下压，捏，吸，吐。这里有个技巧啊，就比如说我手是从这儿画到这儿，大拇指大概这个间距，那我在前半段就是吸气，后半段就是吐气，就一个呼吸之间，我们把这个动作就做完了。再来一次，第3个，看，压住。啊，手是往下按，手是做这个动作啊，大家自己感受一下啊。来，吸气，手慢慢往外滑，大拇指往外滑，吐气。再来第4个，吸气，吐气。做完以后啊，你感受一下啊，它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比如有些朋友啊，他眼睛不好，做完以后他眼睛会发痒。然后养一会儿又非常的舒服。那有一些朋友呢，做完以后啊，这个鼻子啊，在做的时候就呼吸越来越顺畅，越来越顺畅，感觉进气量啊明显的加强。还有朋友做完以后啊，头脑会感觉特别的清醒啊，这些呢都是做这个位置啊带来的帮助。那咱们呢每天可以去做一个5到10下，每一下都要做到位，千万不要贪图快，就是我做的很快，我这样去捏就没什么用处了啊。我们一定要配合呼吸，一个呼吸间我们这样画一下。一个呼吸间，我们这样画一下，手扣着的是持续发力，而不是说啊爆发力，持续慢慢发力就可以了哈。这个动作呢就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身边啊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冬天里面啊，把这个动作坚持做一做，那这个你会体会到不一样的帮助。好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那么没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那么大家为我的视频点赞，长按给一个超级赞，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每年春季啊都是鼻炎和过敏性鼻炎发作的高峰期。最近几天啊，大伟就收到了不少粉丝啊因为鼻炎困扰后的私信，有反馈自己的鼻子很难受，鼻涕不停，鼻子痒啊，总打喷嚏，呼吸不顺畅，晚上睡不好觉的。有的家长呢反馈自己的孩子啊过敏性鼻炎又犯了，还有的朋友啊是说自己的鼻炎10多年了，过去是治了又犯，犯了又治，一直啊被反复困扰。询问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让鼻炎不再反复，想要去解决这种长期的困扰。对于患上鼻炎的痛苦和烦恼啊，我其实也是特别的能理解。其实关于鼻炎的问题啊，我过去也和很多人一样，也觉得很顽固，很难治愈。直到去年有幸遇到一位70岁的调鼻炎的老专家啊，跟我热心的指点和分享以后呢，才解开了我对鼻炎这个问题的多年的困惑。那么对于鼻炎反复难痊愈的关键原因是什么，以及要真正摆脱鼻炎反复的长期困扰，要做好哪2个关键点呢？今天我就把从老专家那里学的宝贵经验啊，再次分享给更多有缘的朋友，希望能及时的帮助到大家。不过今天的视频啊，涉及部分专业知识啊，注定会比较长，希望大家能耐心的坚持看完，相信一定会让你啊受益匪浅。当然，如果你有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交流。那么首先呢，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健康知识。不少人啊患有鼻炎，往往啊也会出现啊眼睛痒啊、耳朵不舒服啊。其实这些问题啊，往往啊是鼻炎关联的并发症，因为五官相连，鼻子居首，鼻腔的健康出现问题，对眼睛啊、耳朵健康啊都会造成影响。而且啊，鼻子又是我们呼吸道和肺的大门，如果鼻炎没有及时的解决好，还会引发哮喘、慢性咽炎、肺部的问题啊等众多的一系列并发症。所以呢，不管自己还是家人患有鼻炎，平时一定要积极的重视解决。
避免拖延后而引起的各种并发症，给身心上面带来更多的痛苦。那么鼻炎反复难好的关键原因是什么呢？不知道大家在日常当中有没有去思考过，为何你会患上鼻炎，而有些人却不会呢？其实只要大家能够把这个关键的问题搞清楚，鼻炎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很多人往往会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看，鼻子是和我们呼吸道以及肺的一个大门，同时呢，我们的2个鼻孔却是直接暴露在空气当中的，是一个身体当中唯一一个24小时不闭合的器官。所以呢，我们不停的一呼一吸之间，空气当中大量漂浮的灰尘花粉、过敏原、病菌会持续不断的被吸入，并且滞留在我们的鼻腔当中。当然，鼻腔抵抗能力强的人他没有事，但是遇到鼻腔抵抗力较弱的人就会感染和引发鼻腔各种不适症状，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鼻炎。也许有些人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有的人患的是过敏性鼻炎，有的人是鼻窦炎或者是萎缩性鼻炎呢？其实这些都是病菌的感染部位不同，或者是患有鼻炎时间长短以及严重程度的一种不同表现而已。因此，咱们通过以上对鼻炎的成因和根源问题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想要真正的摆脱鼻炎长期反复的困扰，关键是要从引发鼻炎的内因和外因着手，做好以下2个关键点。第一点，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清理鼻子。其实清理鼻子的科学道理就如同我们对待手上的伤口，首先要给伤口做好清洁卫生，为的就是减少反复感染和促进自我修复。特别是现在开始进入春暖花开之际，空气当中的花粉、病毒、过敏原等等有害的物质大量增加，那么从而导致我们吸入到鼻腔以内的过敏原也就更多了。那么清洗鼻子对于解决鼻炎的外因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第2个关键点就是提高我们鼻腔的抵抗力，解决引发鼻炎的内因，真正去实现鼻子上面的长期健康。那么我们该如何提高我们的鼻腔抵抗力呢？首先，我们每天要多吃绿色的蔬菜，尽量早睡早起，特别是早上多运动或者坚持跑步，因为春季万物复苏，身体也会受到季节的号召，这个时候多做有益身心的运动，日常多晒晒太阳，这些好的习惯有助于提高我们身体的抵抗力，那么间接也会提升我们鼻腔的抵抗力。说到这里我还要给大家分享一款有助于提升鼻腔抵抗力的洗鼻液。这款洗鼻液也是我过去一直给周边的朋友和很多孩子推荐的，包括之前的视频当中也分享过一次，大家反馈都是还比较不错的。今天再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这个洗鼻液的配方除了含有大家熟知的对鼻炎有好处的生理性海盐水以外，还特别含有尤加利提取物和维 C 等成分。特别是尤加利提取物，它主要产自澳洲。当地人如果感冒了，鼻子不舒服就会把尤加利作为天然的良药。现代研究呢，这个尤加利对于防治鼻炎有特别的好，而且呢还可以滋养鼻腔、抗过敏缓解鼻塞。那么维 C 呢，这个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维 C 能够提高我们个人的抵抗能力，对于鼻炎患者提升鼻腔的抵抗力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这个洗鼻液的配方当中还有天然的薄荷、百里香提取物，很多朋友没有用过就会担心这个味道会不会不好闻，有刺激性，因为很多家长都是让孩子去用。我告诉大家，它的味道闻起来是非常清新舒畅的，因为我推荐给身边很多朋友在用。那么之前就查了配方，都是以植物提取物为主，绿色安全，没有副作用，所以孩子们也可以放心使用。还有一个亮点是这个洗鼻液还配有专用的洗鼻棉棒。这个专用的洗鼻棉棒浸泡水以后会变得特别的柔软，使用起来感觉会非常的舒服，很多孩子也特别的喜欢使用。更关键的是这款洗鼻棉棒的清洁头它表面有很多微小的蜂窝级的小孔，就如同微型吸尘器一样，能够轻松的去除掉附着在我们鼻腔当中的灰尘过敏原病菌等有害物质，从而减少我们鼻腔的反复感染，促进鼻腔内的自我修复。所以这个洗鼻液加上专用的洗鼻棉棒，从鼻炎的外因和内因入手，
对鼻炎的养护是非常科学的，所以我就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早的解决鼻炎反复的困扰。那么鼻子舒畅呢，自然就爱上呼吸了。这款洗鼻液的名字也叫做爱呼吸，爱是艾草的爱。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自己去正规的网商店去找一下。那么在视频的最后，大伟还是提醒大家，是现在开始进入春暖花开之际，早晚温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日常要多注意添加衣物啊，尽可能的保暖。平常早睡早起，多运动，坚持晚上多用热水去泡脚，当中少吃生冷的寒凉的食物，养成健康生活的好习惯，这些都是有利于增强我们身体抵抗力的和提高我们鼻腔抵抗力的有效方法。好了，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大家有不懂的可以留言，感觉本次的视频给大家带来帮助的呢，希望大家点赞、关注、收藏。我是大伟，谢谢大家。